传我的命令。要是有人击毙了彭德怀，那就是我何健的大恩人。我不仅让他当官，还要让他发财。对井冈山，石头要过刀，茅草要过火，人要换种。是。一路突围出来，大范围应当是最大的危险。要不是你当机立断，背水一战杀出一条血路，恐怕我们就全军覆没了。要有真正的决心，就没有闯不过的关卡。老彭啊，和你在一起，我就是觉得心里踏实。可眼下咱们往哪去呢？毛泽东率领的红四军也不知道在哪里。戴元啊，以我的经验啊，你找人多收集点报纸，从敌人的报纸里头查到咱们红军的消息更准确一些。有道理。队长，老代表，旁边这地主老三家正办酒席，大摆宴席呢。听说我们来了，全吓跑了。部队已经饿了几天了，我就让大家先驻扎在这儿，吃顿饱饭，歇歇再走。好啊，就让部队打打牙祭。命令部队遵守纪律，不得惊动老百姓。是，去吧。那你们快进去。同志们，咱们就在这儿驻扎下了，注意纪律。军长，杨代表，快点吃饭。都坐吧。马代表，坐。先吃饭，先吃饭。参谋长，吃饭吧。哎，岳干公路离这儿多远？大约30-40里。渡河的哨口，敌人啊应该有电话。如果咱们渡河的时候被敌人发现了，那一会儿敌人就会追上来包围我们。这河建有这么深吗？以前他不一定敢，可这会儿他刚打下井冈山，正是嚣张的时候。更何况何健这狗东西啊，心狠手辣，立功心切。我看此地啊不宜久留，让大家赶紧吃饭，吃完了咱马上出发。哎，等等，军长，这咱都3天3夜没合眼了，这部队这么下去我撑不住啊。这样，咱们呀今天吃顿饱饭，再睡个好觉，明天一大早咱再赶路，好不好？是啊，军长。啊，军长，你看看大家累得都跟摊泥似的，让大家好好休息休息，明天早出发也不迟嘛。是啊，军长。听党代表的。我同意大家的意见。这些日子啊，战士们太辛苦了。趁着机会吃顿饱饭，睡个好觉，明天一大早就出发。好吧，就听党代表的。哎，就对了。哎，同志们，哎呀，快点吃啊！是。吃啊！走，赶路。吵醒了，没事，你是去哪儿啊？我心里啊还是不踏实，我去查查岗，加个流动哨呗。嗨，这事儿我去就行了。这样，我再多加几个人一块儿当流动哨。你这几天挺累的，在这踏实睡吧。啊，行。金生啊，记住啊，最难熬的那一刻要是挺过去了，那咱们就胜利了。我记住了。董指挥，方城残部已被我军里外3层包围住，这回彭德怀是插翅难逃了。好，命令部队，12点准时发起攻击，凡抓住彭德怀者，不管死活，一律要杀。是。不困，不困，不困了，小胡子打的还挺响啊！吃饭了，打一声啊，是。
一团剩余91人，报告上长，3团剩余95人。局长，现在全部人数，包括你在内，还有283人。怎么这么少？我刚发现李光带的200多人都不在，他们可能被捂在村子里了，也可能是在突围时迷失了方向。娘妈的！局长，就这么些人了，那咱们下一步怎么办？能怎么办？井冈山丢了，连根据地也没了。现在红四军也不知道去哪儿了。是啊，这一仗咱们红五军打得差不多了，不如就散了，各自回家找出路吧。同志们，这些日子啊，大家吃不饱饭，没有觉睡，天天屁股后头还有敌人在追，是不是过得很苦啊？当初我彭德怀在湘军当团长的时候啊，每天骑的是大马，每个月还有几百大洋的饷银呐。可那种日子啊，我过着不踏实，我不愿意过。我宁愿今天和大家一样，行军走路，忍饥挨饿，还冒着随时会被反动派杀头的危险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在湘军里头，兄弟们拼命打仗，那都是为了当官的一己私利。今天我们吃苦受累，那可不一样。我们认定了走共产党的这条道路，是因为共产党能带着咱们为天下穷苦老百姓翻身过好日子而打仗。从平江起义，咱们有2000多人，到上井冈山还剩700-800人，一直到今天，咱们还剩下200多人，但咱们没有垮。为什么？那是因为咱们相信走的这条路能让家乡的父老乡亲翻身过好日子。同志们，胜利的时候昂首挺胸，那谁都做得到；失败的时候还能意志坚定，那才是真正的大英雄。俗话说得好，天有日月新，人有精气神。只要咱们打起精神，就能度过今天的难关，就能重振咱们红军的雄风。军长说的对，咱们一定能度过难关，重振红军的雄风。同志们，宁可牺牲生命，也要跟着军长干革命。宁可牺牲生命，也要跟着军长干革命。跟着彭军长，重振红军的雄风。跟着彭军长，重振红军的雄风。宁可牺牲生命，也要跟着军长干革命。跟着彭军长，重振红军的雄风。好，列队，出发。彭德怀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偷袭都城，歼敌600余，随即又一鼓作气攻克了于都、安远，3战3捷，部队恢复到1000多人。就在这时，彭德怀接到了毛泽东的来信，毛泽东和彭德怀在江西瑞金再次会师。哎呀，老彭啊，辛苦了！辛苦了！老彭，副军长，我天天盼着和你们见面，可我这心里又怕和你们见着。知道咱们今天能见，我昨天一晚上都没睡好。这是为什么？2大主力又见面了，这是天大的喜事啊！井冈山失守了，责任在我。孝敬医院100多名伤病员我都没带出来。哎，好了，老彭，我们进屋说吧。哎，老板，进屋里说。老彭啊，离开井冈山，我一直反复思量，守山的任务实在是太危险，不应该把这么重的任务交给你们呢。
毛经常跟我说，把你们留在守山，也许是个错误的决定。毕竟你们刚到山上，情况不是特别了解，而且给你们部队留下太少。你们这么一说呀，我这心里的包袱算是放下了。不说我了，说说你们吧。你们离开井冈山以后怎么样啊？看爷，这一路赣南，敌人是重兵围堵，而且是穷追不舍，部队损失很大呀。最严重的一次是在玄武县的一个村子里，军部被敌人偷袭了，我们是分头向外转移啊。陈毅同志差点被抓住，朱军长的警卫员也牺牲了。朱军长端着一挺机枪，好不容易杀了出来，可是若兰同志却被敌人杀害了，死的时候还怀着6个月的身孕呢。娘妈的何健，这笔血账迟早要向他讨回来。好，我们不说这些了。老彭啊，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发展呢？我想过了，我想带着部队杀回湘赣边界去。杀回湘赣边界是可以的，问题是，回到了湘赣边界，能做什么呢？会遇到什么困难呢？我们要本着欲则立，不欲则废的古训，好好想一想，好好研究一下。好，报告。毛委员，福建省委传来一封中央的来信。好。2月7号啊，这封信整整走了2个月。中央来信认为，工农武装割据难以成功，要求红四军分成小部队，散入到农村去。同时命令我跟朱德同志离开部队。老毛，那怎么能行啊？我们也这么认为。如果我跟朱德同志走了，红军几千指战员散入到农村去，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？那红四军不就散了吗？我认为你们应该给中央写信，阐明自己的观点，不能让好不容易组建起来的红四军就这么散了。信我们已经写了，提出来在反革命高潮时期不宜分兵的理由。在这种严重的时期，我们只有集中力量做盘旋式的游击，这样才能渡过难关。分散藏匿根本就行不通嘛。老毛，你这话讲得真好，你把我老彭的心里话都讲出来了。既然我们的意见一致，我觉得你可以以个人的名义向党中央反映你的看法。我有这个资格写信吗？当然有，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有直接向党中央表达意见的权利呀。军长，没吃饭呢吧？啊，写什么呢？这是？写封信。哎，看，老酒。你这要干嘛？这不是要走了吗？给你喝个告别酒，看看。嘿，烧鹅哪弄来的呀？管哪弄来，吃就行了嘛。那可不行，是你自己花钱买的吗？你这话说的，咱不能拿群众一针线，是不是？那行，来，走，我给你拿碗。哎，我来。来，走。
哎，我可不能喝酒，少倒点。好。尝尝怎么样？香。你这。局长，明天我就走了，给你来道个别。行，那我少喝一口。好，我干了。哎。这样啊，这次你独当一面，带着部队到莲花一带发展，有什么困难没有？困难肯定是有，不过你放心，有困难想办法都得克服。跟你这么长时间呀，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学到了迎难而上的决心和魄力。你小子，你这是表扬我呢，还是表扬你自己呢？哎，表扬与自我表扬那得相结合才是啊！真的是。我说，李生，你记住啊，部队上遇到任何困难，你要记得多和党代表张春军同志商量。他入党比你早，战斗经验比你丰富啊。我知道。另外到了一个新地方，你得注意宣传，要让老百姓都知道咱们红军那是仁义之师，无声的行动就是命令。只要你宣传做得好，局面肯定能打得开。局长，你说这个太对了。说实话，以前我是太不注重宣传了，我觉得那有什么用啊？咱打好仗就行了，是不是？可是后来我发现，宣传好了，部队里边战士士气也提高了，而且这里边的这个气氛也轻松了。最关键的是，它能拉近咱们和老百姓之间这个距离。能唱，能跳，会讲故事，会表演节目，哎，我觉得这就挺好啊。所以我建议咱们得多找一些这些兵，大力的给咱们做宣传，让所有的人都能牢记咱们红军的精神，是不是？没想到李深，你这小子，你想的比我周全多了。不，我就是一个粗人，我也没什么文化。不过我跟你身边，这思想觉悟我总得提高嘛，是不是？你别拍我马屁了。来。哎呀，李深啊，这才几年你现在都已经是纵队司令了。哎，那不全靠你的栽培吗？那话可不能这么说，这其实都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。想当初我还不想让你当兵呢，没想到你当兵是把好手啊。我当初就说了吧，我生来就是块当兵的料。哎，你今年20几了？22。22。李生，我在你这年纪的时候才是个连长，你现在都是个师长了。我真高兴啊！你没有辜负老班长对你的希望。军长，这时候不一样了。说实话，我今天走这条路，是你们用命趟出来的。我能有今天的成绩，真的特别感谢你们。军长，这碗酒我干了。少喝点，少喝点。走。我还得提醒你一句现在你是一师之长了，别马马虎虎的，你自己得注意安全。放心吧，吃。军长，我能不能也给你提个意见？给我提意见啊？提什么意见哎，咱可说好了，我提你得接受那你说说看。这以后打仗你别老往第一线跑了，那枪子不长眼，这万一哪天出了事儿，咱不能全军一日无帅，是不是？你小子，你别方我你甭说我什么人刀枪不入，那子弹见着我都绕着弯走。赶紧吃烧鹅吧吃完了饭要早点休息，别耽误明天一早出发。好，吃。来，保重。保重吧。多保重。
你也保重，注意安全。路上注意安全。小毛，我要回井冈山了，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？井冈山的群众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，你回去以后要放手发动群众，尽量的扩大红军力量，把湘赣边界的红色根据地恢复起来。我会努力的去干的。小毛，这是我第一次给中央写信，我党龄短，请你替我转交吧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转交给党中央。老彭啊，谢谢你对红四军、对我毛泽东的支持。我深信，在不久的将来，赣南、闽西、湘赣边界，还有井冈山，一定会出现新的革命局面。愿借你吉言，我走了，朱军长。你找谁呀？找你啊，李立三同志。你找错人了。你看看我是谁？恩来。原来是你呀！你这一化妆，我都认不出来了。立三同志的眼睛都认不出我，看来我的化妆是成功的。何止我李立三呢？恩来，你能够在上海那么严酷的白色恐怖下，一次次的化险为夷，凭的不仅仅是运气。你这副打扮去苏联，这一路上我们也少了一些担心。你准备什么时候动身？今天晚上。你到了莫斯科，见到斯大林同志，一定要好好汇报我们的工作。争取得到共产国际更多的支持。你放心吧。恩来，你对目前的形势怎么看？我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一个新的希望，那就是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与毛泽东、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发展很快。他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，一个新的革命局面即将在全国形成。我和你的看法不谋而合啊！蒋介石突然背叛革命，我们没有防备，面对血腥的大屠杀，我们确实被打懵了。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运动是不可阻挡的，彭德怀同志就是最好的例子。你要向斯大林同志和共产国际报告这样的鲜活例子，让他们确信，在中国即将出现新的革命高潮，并且可能在一省和数省之间取得胜利。立三同志，我要提醒你，作为党的总负责人，你一定要头脑清醒，不能发热呀。恩来同志，对于你的意见，我不能接受。我始终认为你是沉稳有余而魄力不足。苏联的10月革命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范例。你可以试想一下，一旦我们在某个著名的大城市夺取了政权，登高一呼，将万众响应。中国大地已经布满干柴，只等着燎原的烈火了。可是毛泽东同志尝试的以农村为根据地的做法，也有一定的道理啊。那毕竟太缓慢了。革命的高潮已经时不我待了。为了进一步扩大革命武装，中央已经批准在赣西成立红六军。成立红六军，兵员好办，干部从哪里来啊？彭德怀同志忍痛割爱，同意他的副军长黄公略出任，
红六军军长。不仅如此，还挑选了一批骨干，配给了黄公略。王德怀同志，我虽然没有见过面，但是听你这么一说，此人还是很有度量的。攻略，咱们俩好不容易汇合在一起了，这没待多久，你又要走，我真舍不得你走。是啊，在湘军的时候，我们形影不离，现在参加了革命，反倒是聚少离多。对，志川啊，和你待的这些日子，我对你有了新的认识。什么认识啊？在湘军，你打仗勇敢，这是有目的的。可最近几场仗打下来，我发现你那种出敌不意、善抓战机的眼光，更像一位军事家。你胡扯你！说实话，过去啊，在旧军队那是乱打仗，打乱仗。今天你打我，明天我打你的。到了红军可就不一样了，咱们啊是替老百姓打仗。攻略，说实话，我这浑身啊是使不完的劲儿，可就是你这一走，我就像折了一条胳膊一样。志川，送君千里，终有一别，还有很多工作要等你回去。那好，保重啊，保重。就。1930年春，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，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。同年6月召开的全国红军代表会议，通过了红军扩编的决议案。彭德怀领导的部队扩编为红三军，彭德怀任军团长。校长，据下面反映情况，江西的共军最近活动猖獗。他们趁我们进行中原大战之机，死灰复燃。尤其是他们当中的彭德怀，近1个月来，他们连续攻占了咸宁、普齐、鄂城、嘉鱼、道坛、道台。昨天又攻占了宁阳县城，前锋已经进至武昌近郊，声称要攻打武昌。共军攻打武昌，我早有所闻。原以为他们是在虚张声势，没想到他们真的敢以卵击石。校长，武昌素有9省通衢之称，这个战略重镇不能有失啊。想要攻打武昌的是共军哪支部队？是彭德怀的红三军团。彭德怀，就是当年和叶挺一起打下过武昌，后来在平江搞兵变，在井冈山被何键端了把窝。可惜何键没有把握着机会把他给剿灭，现在居然又成精了。他们的声势造得很大，武昌周边的不少县城都被他们赤化。速电钱大军让他从越州派兵增援，连夜从陆路和水路行进，一定要确保武昌的安全。最重要的决定，你怎么看？我没想到国内形势发展这么快，在山里待久了，不知道外边的世界。我看，这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，犹如隐藏在人体内的疟原虫。天冷的时候它蛰伏不动，天热的时候，它就狂躁起来喽。我那位老乡李立三，就是一个典型的发烧打摆子呀。当时啊，我就在现场，参加会议的代表听了立三同志的讲话，都很兴奋。我们红四军只有几千人，
要在2个月内发展成数万人，这人从哪里来呢？以我们现在的实力，就是打县城都很费力气，要打九江、南昌这样的大城市，怎么打？拿什么打？不知道老彭他们怎么行动。老孟，要不要我们联合一下老彭，向中央反映一下我们的意见？我总是和中央的意见不合，已经很招人烦喽。我再反映意见，怕是又要让我离开红军了。我看还是拖拖再说。但愿老彭的头脑是清醒的。同志们，我们又回到了平江。平江是我们的福地呀。当初我们从这里起义，现在又回到了这里。中央要求我们攻打武昌，促成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城市暴动。军团总指挥彭德怀同志希望大家发扬民主，畅所欲言。我看没什么好讨论的了。我代表红八军表个态，我们坚决不打折扣地执行中央的命令，北上打武昌。这几个月来，我们辗转千里，横扫了鄂东南的反动武装，打的敌人是闻风丧胆。我们军团的人数也已经超过万人。其实啊，打下越州之后，就应该打武昌。也许这会儿，我们正在武昌庆祝胜利。我不同意邓政委的意见。武昌有国民党的正规军守卫，以目前我们的实力，难以攻下。现如今蒋介石和张发奎爆发战争，何键的湖南主力又在湘桂一带布防，长沙城的兵力只剩下7个旅。我认为这倒是一次打长沙的最佳时机。对，我们湖南省委与侯中英同志的意见一致，夺取长沙也许比攻打武昌更加现实，对全国同样有巨大的影响。你们这是站在地方的立场，忽略了全国的形势，这是典型的农民意识。我是列席会议的代表，能不能谈点意见？克诚同志，你说说看。打长沙与攻武昌相比，打长沙似乎更现实一些。但即便是打长沙，也不是暴动夺取，更不是先取长沙后取武昌。为了保住现在的大好局面，我个人认为，咱们应该先巩固农村的根据地，实行新的土地政策，等将来力量强大了，再考虑进攻长沙和武昌。王克诚同志，你这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。对，你的这种消极观念直接影响了革命形势的发展。我只是阐明我的意见，这是党的会议。王克诚同志，我无法容忍你这种消极的思想。本来准备会后宣布你2师政委的任命，鉴于你的表现，我代表红八军党委宣布取消这个命令，等会后再向军团党委上报。同志们，这样，现在请彭总指挥做最后的决断吧。老彭，既然是开会讨论，就不要扣那么多大帽子。刚才大家说的呀，各有各的道理。这几天啊，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。说实话，我是不赞成打武昌的。自古以来，凡是打胜的仗，那都是打得有把握之仗。打武昌，我心里一点把握都没有。刚才有的同志啊，说打长沙，我倒觉得是个方向。虽然我们红三军团从兵力上现在还不及长沙守敌，但是自打我们打下了越州，战士们是士气高涨。长沙守敌啊，对我军心存恐惧，敌我双方有这样的心理状态，那有助于我军一战而胜。
更何况何健这狗东西，欠咱们的血债太多了，是到时候该跟他算一算账了。我的决心是打长沙。军团长同志，中央的命令是打武昌，你这样做是公然违抗中央的指示。中央的事情我管不了，红三军团的事情我负责。长沙打不下来，你的责任就大了。邓全安同志，不准用这样语气和总指挥说话。你，邓清同志，同志们，彭德怀同志作为总前委书记和军团总指挥，对军团的行动具有最终决定权。打长沙现在是总前委的决定，必须服从。娘妈的，我打不下长沙，彭德怀甘愿受党纪处罚。坐。蒋总司令今天找我回来，说是彭德怀要打长沙，可有此事？确实如此。彭德怀刚刚在平江开了打长沙的誓师大会，还提出了口号，要什么？我不敢说。恕你无罪，说吧。他们说要砍下您的狗头，悬挂在长沙城头上。吃了豹子胆了。在井冈山的时候，那就被我打得落花流水，我只差一步就拿下他的狗头了。是，这回他倒敢来向我叫板。他有多少人呢？号称万人，应该有9000人左右。彭德怀真是个大胆狂徒啊！别说我何健以湖南省主席兼第4路军总指挥的身份，手中可以调动兵力10倍于他，就是长沙城的守军也在3万以上。他们现在的流寇装备，无疑以卵击石。何健就是要向蒋总司令、国人证明，到底谁是共党的克星。传我的命令，第7师师长韦嗣忠备之在，你率所部和19师罗收甲旅分3路向平江进攻，不必等他找出门来啊！我们要先动手，先发制人，在平江将他们彻底的剿灭，打个漂亮仗，给蒋总司令看。是。军长，好消息！刚刚咱们收到消息，敌人分为3个梯队出动。第1梯队进至瓮江、三角塘、双江口一线，第2梯队进至金井，第3梯队进至春华山。好，只要何健把部队调出城，这仗就好打了。喂。